Hello， 大家好，我是麒麟。上期说到刀村遭遇战，侠之武一郎和炼柱米离在炭治郎、玄弥以及祢豆子的帮助下，战胜了上弦之四半天狗以及上弦之五玉壶，并且在这一战中，祢豆子竟然克服了阳光。而得知这一消息的五彩势必会来掳走豆子，大决战即将来临。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废话不多说，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经过一轮袭击，刀村不得不转移了据点，而炭治郎几人也回到了蝶屋养伤。整整昏迷了7天，炭治郎终于醒了，正要询问武一郎和蜜离的情况，却被告知这两人只用了3天就痊愈离开了，令炭治郎非常的佩服，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已经逐渐在靠近他们的领域了。而这时院子里传来了善意杀猪般的吼叫，原来他看到了待在阳光下的祢豆子，并且还开口对他说道：“你回来了。”这操作差点让他当场去世。善意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豆子妹妹肯定是因为我才努力学会说话的，他不停的让豆子赶快和他拜堂成亲，但豆子似乎话还没说完。一只猪，你回来了。原来2天前猪头就已经来过了，并用填鸭式教育法让豆子记住了他的名字。那个猪头在哪儿？我这就去宰了他！一场人猪大战就此展开。与此同时，鬼杀队总部正在召开9柱紧急会议，闲聊时蛇柱小巴内询问起蜜离两人的身体状况，顿时令蜜离小鹿乱撞，这是在担心他。武一郎则表示身体已无大碍。一旁的虫柱蝴蝶忍询问起两位受伤不轻，但恢复这么迅速，是经历了什么变故吗？义勇也表示估计今天就是为了这事儿吧。这时来人打断了他们的闲聊，主公大人的妻子天音到来，由于主公病情恶化，这次将由他来代理出席，并且主公今后也无法再站在他们面前。9柱纷纷行礼，并表达了他们的关切。会议正式开始，果然不出所料，主公也预测到了无惨会疯了一样的想得到祢豆子，大决战即将来临。而刀村之战后出现在武一郎和蜜离身上的斑纹，将会是决定大战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这次会议主要是让他们俩谈一谈开启斑纹的心得，但似乎他们也是头一次听说斑纹。天音这时解释道，在战国时代，有一群曾将无惨逼入绝境的骑士呼吸剑士，而他们身上都曾出现过类似鬼之印记的斑纹，而如今被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句话：每当有斑纹剑士出现，其身边的人就会发生共鸣，从而出现更多的斑纹剑士。而如今这个时代，第一位出现斑纹的人便是灶门炭治郎，但他本人对于斑纹的出现也是一头雾水，所以便只能麻烦2位了。蜜离激动地回应道：就突然变得很轻盈，然后突然就变强了，就像打鸡血一样，超厉害的哟。好吧，蜜离实际上和炭治郎是一样的性格，也说不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但这时一向话很少、记性超差的武一郎却说得异常的清晰，将自己是如何身中剧毒，到放慢血液的循环，再到因为小铁想要救他而被杀害的时候，他找回了从前的记忆。这巨大的愤怒让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而那个时候他的身体像火一样炙热，恐怕体温已经在39度以上，而这种高危状态很可能就是决定出现斑纹的条件。听到武一郎的分析，蜜离一愣，似乎当时自己就是这种感觉。石米表示这不是小菜一碟吗？一旁的义勇一本正经地说道，真羡慕你这种能把这么严苛的条件说成小菜一碟的大脑。你说啥？没说啥。说到这里，天音却表示还有一件事必须告诉诸位，所有出现斑纹的人无一例外都。会议结束，现场气氛都显得格外沉重。义勇起身说道，你们几人商量吧，这些都与我无关，我跟你们不一样。说完便要离开了。这些话听着令石迷非常的不爽，这不是瞧不起他们吗？便要上前和义勇比试比试，但一股无形的力量传来，直接镇住了在场所有人。原来是岩柱行明，还是坐下来慢慢谈吧。回到另一边，钢铁种也来看望炭治郎，并将那把日轮刀送来了。漂亮的外形加上炼狱先生的刀锷，令这把刀看起来很酷。而钢铁种气喘吁吁的，让他赶紧看看刀刃。原来这就是战国年间那传奇人物的佩刀，而刀身上的灭字据说也是为了杀尽天下恶鬼所铸的，并且后来9柱的日轮刀上刻的恶鬼灭杀也是由此刀而来，所以他便要求炭治郎记得要来孝顺他。一番吵闹后，总算送走了这宗怪人。一旁躺着的玄弥也彻底被吵醒了，正当炭治郎向他表示抱歉，吵到他了，不过已经结束了。猪头破窗而入，这货有门不走，偏要破窗也是够了。一旁的玄弥都快崩溃了。不过猪头倒是带来了重磅消息，强化训练开始了。这次的训练名为9柱集训，所有柱以下的成员都要轮番接受每位柱的特训。当然，这也是因为鬼们突然销声匿迹，才让柱们得以抽出空来进行集训。一定要抓住这暴风雨前的片刻宁静。
第二天集训就已经开始，但伤势还未痊愈的炭治郎来到了义勇的屋子，因为他居然拒绝了参加特训。炭治郎想让义勇陪他特训，但义勇一口就拒绝了，并表示他很生气，因为炭治郎没有将水之呼吸练到极致，这样就不能成为新任水柱。炭治郎愧疚地说道，他已经和师傅谈过了，自己似乎更加适合火神。但义勇打断了他并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水柱当下是空缺的，必须尽快找人上任才行。但这就令炭治郎很疑惑了，义勇先生不就是水柱吗？不，我并不是水柱。说完义勇便要送客了。看着他的身影，炭治郎想起几天前病危的主公对自己说过的话，希望能用他百折不挠的劲头，让一直被过去束缚的义勇重拾信心，再次迈向前进的脚步。炭治郎一口便答应了下来，于是此刻的他开始了不分昼夜的对义勇死缠烂打，这也让义勇非常困惑，很快就认输了。深深的叹了口气，义勇终于告诉了炭治郎真相，他其实并没有通过鬼杀队的选拔，那一年有个和他一样的亲人被鬼屠杀，一起加入训练的同伴，他名为正兔。他们俩因为同样的遭遇和岁数，很快就成为了好朋友。但在最终选拔里，他几乎一人击败了山里所有的鬼，所以那一年除了正兔以外，其他人都通过了选拔。而他在面对第一只鬼来袭的时候，就已经败下阵来，也是正兔救了他，接着就转身冲着呼救声赶去了。直到7天后，他才得知正兔保护了所有人，但他却牺牲了。像我这种一只鬼都没杀，靠别人的性命通过考核的人，是没有资格成为水柱的，更没有资格和其他柱站在一起。我跟他们不一样。听到这里，炭治郎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原来在他的背后是那个在后山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而一直困扰义勇的是他一心觉得自己才应该死在选拔里，而正兔才是成为水柱的人。这一点其实炭治郎都明白，因为他也曾经经历过。在那个时候，自己多么希望死掉的人是自己，而不是拼死保护他们的炼狱大哥。或许以他的实力，总有一天能打败鬼王无惨。但是既然人家都说了相信自己，那就必须回应他的期待。义勇先生，你真的不想把正兔托付给自己的东西继续传递下去吗？这句话突然令义勇愣住了，脑海里浮现出曾经的那一幕。不许再说如果死的是自己这种屁话，不然就当场跟你绝交，你绝不能死。你忘记那本应该第二天与人成亲的姐姐，明知自己会死也豁出性命保护你了吗？你一定要将这份我们托付给你的未来继续传递下去。这段话为什么之前自己会忘得一干二净？大概是因为一想起就会哭得撕心裂肺吧。在这一刻，义勇终于解开了心里的结。但看着一动不动的义勇先生，炭治郎很头疼，难道自己说错话了吗？那就先扯开话题吧。而这时义勇回头对他说道，虽然晚了些，但我同意加入集训了。义勇先生，咱们来比比谁吃荞麦面吃得更快如何？于是两人便真的就去吃面了。随着义勇的加入，特训也正式步入了正轨。养好伤的炭治郎也加入了进来，特训正式开始。第一关便是要通过阴柱天元的体能训练。这恐怖的训练对于炭治郎来说却是很轻松的。而一直板着脸的天元看到是炭治郎来了，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两人都聊得很开心。当然还有作为后勤人员的天元3位妻子。经过了10天训练，达成了目标，和几人告别后，炭治郎便离开了。而接下来第二关便是武一郎的高速移动特训。在一帮人的注视下，炭治郎进行了5天的特训，就被武一郎告知已经达到目标了，可以去下一个地方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什么白日梦呢？你们还差得远呢，这差距属实也忒大了。紧接着便是第3关，蜜梨的地狱式柔韧性特训。看到是炭治郎来了，蜜梨高兴的牵着他的手来到了练武场，统一着装，然后翩翩起舞，再然后韧带撕裂训练。很快炭治郎便达成了目标，来到了第4关，蛇柱小巴内的地盘。听说你似乎在蜜梨那儿度过了相当快乐的时光呢，但我可不是他那样温柔的。第4关小巴内的刀法矫正训练，炭治郎将要在躲避障碍物的同时向他发起进攻，这惊世骇俗的特训就这样展开了。但面对小巴内会扭曲的攻击，炭治郎被狠狠的修理了一番，但最终适应下来的他，在用木刀砍下了他的衣角后，在他的再次警告下，不要再臭不要脸的靠近蜜梨。就这样，炭治郎出发下一个场地了，还没到地儿就碰到了鬼一样的善意，让炭治郎赶紧带他逃离这里。但紧接着就被赶来的石迷打晕带回去了。但炭治郎和石迷两人一直都不太对眼，石迷还没有认可他和祢豆子，而炭治郎则因为他刺伤过豆子，同样不认可他。于是在这第5关石迷的无限暴打特训里，炭治郎又被狠狠的修理了一番。而在休息期间，炭治郎竟然看到了玄弥，他似乎在和石迷说着什么，原来他是来向哥哥道歉的。
但石迷摆摆手说道自己根本不在乎，滚吧。但这时玄弥委屈的表示自己可是不惜吃掉了鬼才好不容易战斗到至今的，这话令石迷一愣，你刚刚说你把鬼吃了？一瞬间他便消失在原地，就要一招刺穿玄弥的双眼。在这千钧一发间，炭治郎将玄弥救了下来，并由于惯性直接冲出了屋外。看着石迷恐怖的脸色，炭治郎依旧向他怒吼道，你是想杀了玄弥吗？但石迷却表示只是想让他再也站不起来罢了，但如果他立刻退出鬼杀队，我就饶了他。炭治郎更生气了，你有什么权利逼别人退出鬼杀队？玄弥早已下定决心要和鬼战斗到底，并且要不是因为他，我们也不可能战胜上弦鬼。但石迷根本不听他废话，直接就一拳抡了上来。但令他大吃一惊的是，这一拳竟然被炭治郎挡住了，随后一脚就踹了上来，并嘶吼着让一旁的善意赶紧将玄弥带走。但下一秒，石迷的回旋踢就冲着他的脸踢来，仅仅被擦到都让耳朵开了口子。在那之后，这场战斗变成了莫名其妙的乱斗，一直持续到了晚上。最后炭治郎被终止了这轮训练，并被严厉禁止与石迷接近，所以到头来还是没能让他们兄弟俩重归于好。紧接着炭治郎和善意结伴来到了下一个训练点，第6关也是最后一关，肌肉强化特训，由岩柱行明进行特训。几人的任务首先是和猪头一样通过瀑布修炼，他们的身体经过战斗的洗礼已经比普通人强了太多，所以没过几天就完成了瀑布修炼。紧接着第2项原木修炼也完成了，而最后一项搬动巨石的项目才是最艰难的，很多队员就连一丝一毫都挪不动。而行明的特训并不是强迫性的，所以很多人都放弃离开了，但炭治郎3人还在坚持着。又过了好些天，炭治郎还是搬不动巨石，而这时作为行明的弟子玄弥来了，告诉他这是需要窍门的。就在他交给炭治郎窍门的时候，实际上行明一直在小树林里偷看着，原来他并不擅长教导别人。很快经过炭治郎的不断尝试，终于成功搬动了巨石，而受到打击的猪头发动了猪突猛进，竟然也成功挪动了巨石。善意眼看着只剩下自己了，而这时麻雀送来了一封信，看了信的内容后，善意整个人都变了。他不再逃避训练，也不再大呼小叫，这是他必须要度过的难关，因为之后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等着他去完成。而就在当天晚上，主公大人的院子里出现了一名神秘人，虽然看不见，但主公还是知道来人就是鬼无石无惨。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即将展开，而面对已经杀到总部的鬼王，他们究竟该怎么办呢？那么本期修炼篇全部内容就基本结束了，下篇将是异常精彩的决战篇。另外先讲一下，虽然修炼篇只有不到10话的内容，但细节实在太多了，所以便省略了部分情节，比如岩柱行明的悲惨回忆，还有虫族蝴蝶人为什么也没有参加特训，以及义勇与石迷的风水对决。需要了解详细内容的可以选择自行观看漫画哦，需要 BGM 的可以关注麒麟的同名网易云，也可以扫描上方二维码加入麒麟的交流群，便可获得最新的视频更新消息。最后感谢所有支持麒麟的小伙伴们，你的关注加3连就是对麒麟最大的支持。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麒麟，我们下期再见。